都说这自古帝王多薄幸，可偏偏这位杀人如麻的朱老五，对那位大脚马皇后是言听计从。您各位细想，老朱那是杀红了眼的屠夫，满朝文武的脑袋就像地里的西瓜，说摘就摘。可每当那铡刀快落下的时候，马皇后又是端茶又是送菜，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把那冲天的杀气给按下去。这哪是寻常夫妻的恩爱？这是高手对决中的降温战术，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在疯子皇帝身边，用最软的身段跳着最险的刀尖舞。话说这自古帝王多薄幸，可偏偏这位杀人如麻的朱老五，对那位大脚马皇后是言听计从。您各位细想，老朱那是杀红了眼的屠夫，满朝文武的脑袋就像地里的西瓜，说摘就摘。可每当那铡刀快落下的时候，马皇后又是端茶又是送菜，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把那冲天的杀气给按下去。这哪是寻常夫妻的恩爱？这是高手对决中的降温战术，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在疯子皇帝身边，用最软的身段跳着最险的刀尖舞。可您各位也别以为有了马皇后的软和气，这宫里的日子就能好过了。马皇后能拦住那明面上的铡刀，却拦不住朱元璋骨子里那种对人性、对权力的极致压榨。这不，就在那大明朝刚稳当了没几年的一个深秋，这位布衣出身的万岁爷，就在这金銮殿后面的偏殿里，给那些自以为劳苦功高，能跟着老板一辈子吃香喝辣的老兄弟们，摆下了一道名为忆苦思甜，实则是职场杀威棒的局。这天虽说是秋高气爽，可那偏殿里的气氛简直比数九寒天还要动人。朱元璋坐在上首，那张长长的老脸上看不出是喜是忧，一双深陷的眼窝里透着那股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阴鸷。台下坐着的那可都是当年的淮西老将，一个个披红挂绿，肚子挺得老高，觉得这天下打下来了，往后余生不就是数银子睡热炕头了吗？可当这宫女太监们把那食盒一个个揭开的时候，这满屋子的将军们那脸色瞬间就跟抹了锅底灰似的，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您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没有山珍海味，没有龙肝凤髓，打头的一盘竟是几个黑不溜秋带着馊味的烂萝卜，旁边配着一碗清可见底飘着几根枯黄菜叶子的苦瓜汤，正中间那是一大盆糙得拉嗓子眼的麦麸饭。这哪是给开国元勋吃的御膳啊，这分明是当年老朱在黄觉寺当游方僧时连狗都不闻的讨饭活计。朱元璋也不说话，他就那么静静地盯着底下这帮老兄弟。他那只粗糙的像老树皮一样的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扣着玉案，那哒哒哒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是敲在这些将领的心尖上。您各位瞧瞧，这就是顶级的职场博弈。老朱在干什么？他在观察，在审视，他在看，当他把这最底层的、最屈辱的过往重新翻出来，摔在这些已经习惯了锦衣玉食的高管脸上时，谁会皱眉？谁会露出嫌弃？谁会眼里闪过一丝不屑？在老朱的逻辑里，我给你们的富贵是恩赐，我给你们的屈辱也是赏赐。这顿饭其实就是一场关于服从性的极端测试。就像现在大公司里，老板突然把所有总监叫到一起，不谈业务，先让大家去扫一天大街，看谁能弯得下腰，看谁还记得谁才是发工资的亲爹。这时候坐在前头的徐达、常遇春这些聪明人，那是赶紧把头埋得低低的，端起那碗苦瓜汤，喉咙一动，硬是把那苦出胆汁的味道咽了下去。可总有些不长眼的，觉得自个儿劳苦功高，能跟老板开开玩笑。您瞧那角落里的一位，那是当年的老部下，这会儿正嫌弃的用筷子拨拉着那盘烂萝卜，嘴里还嘟囔了一句：“这玩意儿是人吃的吗？”嘿，
就这一句话，老朱那眼神瞬间就变了，像是一道冷电，刺得那人浑身一激灵。朱元璋微微欠了欠身子，这动作极其细微，他把手按在龙袍那金丝绣成的龙头上，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轻声说了句：“这滋味儿，朕吃的，你们吃不得。”这语气平淡的像白开水，可里头藏着的杀机，那是能把这大殿的房梁都给压塌了。老朱这是在提醒所有人，你们以为坐稳了江山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你们以为穿上了蟒袍就忘了当年的泥腿子味儿了？在这大明朝的企业架构里，我朱元璋是唯一的创始人和控股股东，你们所有人，哪怕是跟着我一起讨过饭的，也不过是随时可以被优化的合同工。这顿饭的深意就在于要彻底摧毁这帮老将的功臣幻觉。很多职场人到了中年，觉得自己是公司的元老，就开始对新规定挑肥拣瘦，对老板的脸色视而不见，觉得公司离了自己不转。可您看老朱这招，这叫物理降级。他用最廉价的食物，把你们所有的尊严和骄傲都踩进泥土里，以此来试探谁的脖子后面已经长了反骨，谁的心思已经不再听从指挥。这哪是吃饭呐，这叫肉搏战。这种心理压迫比真刀真枪的干一仗还要熬人。老朱再看，当所有的物质奖赏都被拿掉，只剩下绝对的权威和生存的恐惧时，这些所谓的英雄好汉还有几个能保持最初的忠诚？他在用这一碗烂萝卜汤过滤掉那些已经产生了躺平心态或者产生了分权念头的刺头。换作是您，在那席间，您是该夸这汤清香扑鼻，还是该流着泪说这饭想起了当年的创业艰辛？您要是说的太假，老朱觉得你虚伪；您要是吃不下去，老朱觉得你忘本。这就是所谓的老板心，海底针，他给你挖好了坑，还得让你自个儿欢天喜地的跳进去，还得大声喊一句跳得真香。这一顿饭吃到最后，全场死寂，只剩下大伙儿吞咽糙米饭那艰难的咯吱声。朱元璋这时候才慢条斯理的端起自个儿面前的那碗白开水，抿了一口，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头顶。他这是在收网，在确认每一个人的状态。这就是朱元璋的育人逻辑，先通过羞辱来确认服从，再通过恐惧来建立秩序。他不在乎你吃得开不开心，他在乎的是你在受辱的时候，还能不能对我保持那种绝对的战战兢兢的敬畏。这种职场破简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在饭桌上露出不满神色的人，恐怕没过几天就会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比如家里的马惊了，或者跟邻居吵架了，就被锦衣卫客客气气的请去喝茶。您说这是道公平吗？老朱觉得公平，因为在他看来，这天下是我豁出命去挣回来的，我能给你们荣华富贵，也能随时收回来。那些老将们此时才明白，眼前的这个老兄弟再也不是那个能一起蹲在村头啃红薯的朱老五了，他是一头真正的已经彻底黑化了的权力巨兽。这种关系的转变，其实在现实职场中也屡见不鲜。当一个初创公司上市之后，老板最先要对付的，往往就是那些知道他底细，又觉得自己贡献巨大的老臣。为什么要对付你？因为你的存在时刻在提醒老板他那些卑微的过去，因为你的威望挑战了他绝对权威的合法性，所以他得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这种身份的彻底切割。这第一回书讲到这儿，您各位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悬起来了？这顿忆苦思甜宴不过是老朱清盘计划里的一道开胃菜。这顿饭吃完后，那些老将们是诚惶诚恐的回了家，可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因为老朱发现，仅仅靠一顿烂饭似乎还不足以彻底看清每个人的心底。
他需要一双能够24小时监控这些老兄弟的眼睛，需要一种更隐秘、更狠辣的手段，把这些人的隐私全部曝光。而就在这个时候，马皇后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调和，似乎也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了。话说这老朱吃完了烂萝卜，转头就回了书房，在那儿他正对着一张密密麻麻的名单发呆。那名单上打头的一个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胡惟庸。这胡大人最近可是风头正劲，大有要跟老朱在职场上一较高下的架势。老朱看着这个名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心里想的是，你觉得这江山是咱们共同管理的？你觉得这宰相的位子能跟我这龙椅平起平坐？看来这顿饭还是没让你长记性啊！可就在这满朝文武都吓破了胆，恨不得缩着脖子过日子的时候，在这大明宫闱的深处，却有一双眼睛正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这双眼睛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咱那位出身草莽却贵气天成的马皇后。这马皇后可不是寻常后妃，那是跟着老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患难夫妻。老朱心里那点子弯弯绕，瞒得过满朝文武，却瞒不过这位枕边人。马皇后心里明镜似的，老朱这顿饭不是在怀旧，是在磨刀，是在给这帮老兄弟们下最毒的断魂散。眼瞧着老朱回了御书房，那脸色阴沉的像要滴出水来，手里那支御笔在那写满了开国元勋名字的名单上划来划去，每一道红杠子下去，那可都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马皇后此时正端着一盏温热的梨汤，轻手利脚的进了御书房。她没像那些个小宫女似的战战兢兢，反倒是大大方方的把梨汤往御案上一搁，那清脆的一声响，竟把这屋离死一般的寂静给撞碎了。老朱抬头一瞧，见是自个儿的老妻，那满脸的横肉才稍微松了那么一丁点，可嘴里还是硬邦邦的哼了一声，说这帮老东西忘了本了，这江山坐稳了，他们倒想当起大爷来了。您各位瞧瞧，这老朱是在寻求认同呢，他在马皇后面前是不设防的。这种心理状态就像咱们现在那些在外头受了气，或者想裁员又怕落口实的大老板，回了家总得跟媳妇抱怨几句，其实是想找个杀人的理由。马皇后也不急着劝，她慢条斯理的用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轻轻按在朱元璋那绷得生紧的肩膀上，这动作极其讲究，这叫情绪对冲。他知道这时候硬顶着说皇上您得仁慈，那是找死，那只会火上浇油，他得先顺着这股子杀气，再慢慢把火给撤了。马皇后这手劲儿不轻不重，一边揉一边轻声细语的拉起了家常，说起当年在亳州城被围的时候，是谁把最后一口干粮省给了皇上，又是谁在乱军之中背着皇上杀出了重围。他这叫忆往昔峥嵘岁月，用最柔软的情分去软化最坚硬的权力。您各位琢磨琢磨，这在职场博弈里叫什么？这叫情感锚点。老朱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帮人怎么威胁他的皇权，怎么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马皇后就偏偏让他想起这帮人曾经是怎么为他卖命的。这种心理拆解，最是杀人诛心，也最是救人于水火。马皇后这一招以柔克刚，妙就妙在不去碰那个杀不杀的死结，而是去松那个愿不愿的扣子。您看这画面，御书房里红烛摇曳，朱元璋那张被权力熏染的有些扭曲的脸，在马皇后的轻声慢语中，竟渐渐显出了一丝迷茫。马皇后这时候又说话了，她没提那顿烂萝卜汤，却提到了自个儿那双大脚，说这脚虽然难看，可走得稳。皇上这江山大归大，可离了这些帮着修路的人，皇上一个人走得动吗？这话里有话，针尖对麦芒，却又裹在了棉花团里。他是在暗示老朱，你把这帮人都杀了，你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大明朝的机器谁来转？
这就映射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婆媳过招或者职场调停。高明的人从不正面冲突，而是把利害关系化作春风化雨，让你自个儿觉得杀了这帮人是损了自个儿的根基。朱元璋那御笔在手里转了半天，最后还是重重的掷在了笔架上。他叹了口气，说：“这些老兄弟若都能像皇后这般体谅朕的苦衷，朕又何必当这个恶人？”马皇后见火候到了，赶忙把那盏梨汤端到他唇边。这一举动看似平常，实则是完成了权力的平复。老朱喝下去的哪是梨汤，那是马皇后给他找的一个台阶，一个让他能暂时收起屠刀的理由。这就是顶级调停者的智慧。他深知在这个权力的漩涡中心，硬碰硬只会玉石俱焚，唯有这似水柔情，才能化开那百炼钢。这种博弈比在大殿上争个你死我活要惊心动魄得多，因为马皇后赌的是老朱心底那最后一丝人性的残存。这马皇后的以柔克刚，其实是一种极高明的心理控制术。他利用了朱元璋对他唯一的信任，在这个冷酷的皇帝周围修筑了一道温情的防火墙。如果没有这道墙，大明初年的血雨腥风怕是还要早来几年，还要烈上几分。这在现代家庭里，就像是那个能在暴躁的丈夫和闯祸的孩子，或者刻薄的婆婆之间游刃有余的媳妇，她靠的不是大道理，而是对人性的极致洞察和那种能吞噬一切戾气的包容。可这马皇后的温情，终究也只能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老朱那骨子里的猜忌，就像是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只要有一丁点权力的风吹草动，就会疯狂地扎根发芽。就在这梨汤的热气还没散尽的时候，外头太监又传来了急报，说是胡惟庸府上又是宾客迎门，连那些个淮西老将也顾不得刚吃完的一苦饭，扎堆往胡家钻。老朱刚缓和下来的脸色，唰的一下又变绿了。他推开马皇后的手，那眼神里的杀机比刚才还要浓烈。马皇后看在眼里，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人心的贪婪和皇权的猜忌，终究是这世上最难解的死局。哪怕他能化开一时的杀气，也拦不住这帮作死的臣子往火坑里跳。这就引出了咱们后头要说的那个大明朝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宰相胡惟庸，他是怎么在权力的迷梦里一步步把自己送上那个筹备了10年的断头台的。话说这御书房里的梨汤余温尚在，马皇后的柔情虽说像是一道窄窄的防火墙，暂时挡住了朱元璋那冲天的杀气，可您各位得明白，这皇权底下的柴火要是烧旺了，谁的软语温言也灭不了那股子毁天灭地的焦糊味儿。老朱那双眼盯着太监递上来的密报，那上头写着的胡府门客如云，车马填色皆下，简直就像是一根钢针，扎进了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最敏感的神经里。胡惟庸啊，胡惟庸，这位大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一位宰相，此时正坐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厢府里，享受着万僚敬仰、群臣屈奉的滋味。殊不知，他此时蹬着的不是青云梯，而是老朱亲手为他搭好的通往黄泉路的断头台。这哪是什么职场的巅峰时刻？这分明是一场自以为是的、充满自嗨色彩的盛大葬礼，而胡相爷自己竟然还是那个最卖力的司仪。您想象这画面，胡府的大门常年敞开着，那门槛儿都要被各级官员的朝靴给踩平了。外头那些个想求官的、想保命的、想发财的，哪个不得先去胡相爷那儿递个帖子送份厚礼？胡惟庸坐在堂上，手里捏着各地的公文，有些甚至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就在他这儿给批复了。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越级审批，叫私设公堂，叫一个职业经理人竟然想把董事长的签字权给架空了。胡惟庸觉得自己是老朱的心腹，
觉得自己这10年来兢兢业业，帮着老朱处理了多少烂摊子，这天下有一半是朱家的，另一半何该是他胡家的？他这是典型的平台错觉，把大明朝这个平台的资源全看成了自个儿的本事。他以为那些官员拜的是他胡惟庸，其实人家拜的是他屁股下面那个代表着皇权的相爷位子。老朱在宫里冷眼瞧着这一切，他不但没生气，反而还经常给胡惟庸赏赐点珍玩布帛，嘴里夸着胡爱卿辛苦了。这招在权谋里叫捧杀，在咱们现代博弈局里叫钓鱼执法。老朱这是在给胡惟庸喂慢性毒药，让你膨胀，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让你觉得这皇帝老儿也不过如此。您各位细看，老朱这10年里其实是在做一个巨大的清盘实验。他故意放权，故意看着胡惟庸培植党羽，看着他把手伸向军队，看着他跟那些淮西老将打成一片。为什么？因为老朱要的不是杀一个胡惟庸，他要的是把整个宰相制度连根拔起。他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这宰相权势大了，一定会造反，一定会祸乱朝纲。这胡惟庸说白了就是老朱选中的那个死士，一个用来证明宰相制该死的活标本。您瞧胡惟庸那神气劲儿，他在相府里摆宴，那规格竟然敢私下里向着内廷靠拢。席间觥筹交错，那些个阿谀奉承的话听得他如痴如醉。有人夸他才兼文武，社稷之时，他竟也捋着胡须坦然受之。这时候的他，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塌了。他甚至开始产生一种幻觉，这大明的江山，如果没有他胡惟庸，那这一天天的公文谁批？这复杂的派系谁理？这老朱离了他，怕是连觉都睡不稳。这种心理状态，就像一个在大厂里干久了的高管，觉得老板是个只会画大饼的土包子，觉得自己掌握了所有的客户关系和核心技术，随时可以自立门户或者取而代之。可他忘了，这公司所有的资产、所有的公章、所有的合法性，全都捏在那个坐在幕后冷冷看着监控的老板手里。咱们把镜头切回那杀机四伏的细节。据说有一次，胡惟庸家的井里冒出了所谓的礼泉，这在古代可是祥瑞，预示着要出圣人或者改朝换代。胡惟庸竟然屁颠屁颠的跑去请朱元璋移驾观赏，这简直就是把自个儿的脖子往铡刀底下送啊！老朱那是玩了一辈子草莽博弈的祖宗，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他笑眯眯的答应了，可走到半道，一个叫云骑的小太监突然拦住圣驾，指着胡府的方向拼命比划。老朱登上一看，好家伙，胡府的围墙后面藏着明晃晃的甲兵。这事儿在史书上写得玄之又玄，可咱们剥开那层皮瞧瞧，这哪是小太监救驾，这分明是老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为的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给胡惟庸定一个谋反的现行。这在现代博弈里就叫抓个现行，一击毙命。当胡惟庸在府里眼巴巴等着皇上来喝那口礼泉水，等着完成他那所谓的人生巅峰仪式时，等来的却是锦衣卫那冰冷的铁链和如林的战刀。那种从云端瞬间跌进地狱的失重感，恐怕才是这场自嗨葬礼的高潮。胡惟庸这时候才发现，他那所谓的淮西同乡会，他那所谓的万民门生，在皇权的绝对暴力面前，就像是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一吹就灭。那些平时围着他转、喊他恩师的官员们，此时一个个躲得比兔子还快，恨不得自个儿从来没姓过胡。这就是现实的人情。当你有事的时候，你是众星捧月的月亮；当你失势的时候，你就是人人喊打的臭肉。朱元璋在审理胡惟庸案时，那真叫一个显微镜式的政治清洗。他不只杀胡惟庸一个人，他顺着那张胡惟庸苦心经营10年的关系网，
一个一个的抓，一个一个的杀。这哪是办案呐，这是在清理大明朝的负资产。他把这些年来对他有意见的、不听话的、功劳太大的、心思太野的人，全都一股脑的塞进了胡党的筐里。这一杀就是3万多人。您各位想过没有？3万多人呐，那得流多少血？可老朱不眨眼，因为他觉得只有把这帮已经坏了心肠的职场元老彻底清理掉，他那个性格柔弱的孙子朱允文将来才能坐稳这张椅子。这就是老朱的逻辑，我今天造的孽，是为了后代能享的福。这种极端的安全感缺失，导致了他用一种最血腥、最炸裂的方式，完成了对国家权力的重新洗牌。胡惟庸死的那天，据说南京城的菜市口血腥味儿半个月都没散掉。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相爷，在临行前那一刻，是不是也想起了马皇后的那盏梨汤？是不是也想起了老朱那顿烂萝卜饭？他要是能早点看透那顿饭里的稍微深意，要是能早点听懂马皇后那句这脚虽然难看，可走得稳的弦外之音，或许还能落个善终。可惜啊，权力这玩意儿是这世上最烈的酒，喝一口就让人发疯，喝2口就让人忘本。胡惟庸这种人，死就死在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死就死在他低估了那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平民皇帝的狠辣。这场自嗨的葬礼，最终以胡惟庸的九族全灭和延续了1000年的宰相制度废除而告终。老朱坐在空荡荡的大殿上，看着底下那些战战兢兢、连大气都不敢喘的文武百官，他心里大概是痛快的，但也一定是孤独的。他终于把权力全部攥在了自个儿手里，再也没有人能制衡他，再也没有人敢跟他称兄道弟。这就是职场博弈的终极悲剧，当你赢了所有人，你也就失去了所有人。马皇后看着这样的老朱，眼里满是哀戚。他知道，那个曾经虽然粗鲁却还有温度的朱老五，已经彻底死在了胡惟庸的这场血腥祭礼中。话说这胡惟庸的九族虽说是成了菜市口的一滩烂泥，可这大明宫里的血腥味儿，那是绕梁3日都不带散的。这当老板的要是动了杀心，那可不是捡只鸭子就完事了，他是要连带着那地底下的老哥都得刨出来过火。胡惟庸这棵大树倒了，老朱坐在那金銮殿上，心里头那股子无处安放的猜忌，非但没消停，反倒是像开了闸的洪流，非得把这大明官场每一个旮旯缝都给冲刷一遍不可。这不，胡相爷的余温还没凉透，这大明朝最离奇也最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职场人集体翻车的空印案，就这么悄默声的揭幕了。这哪是办案呢？这分明是老朱在对整个官场的中层管理层进行一场名为降本增效，实则是降维打击的血色大清洗。您各位得先明白，这大明朝的官场那时候可没咱们现在的互联网，想报个账对个数，那得靠2条腿跨过千山万水。各地的布政司每年都要派官员带着账册去户部对账，这路途遥远，山高水长，账册上万一有个错漏，或者到了京城发现数对不上，您说这办事的官员得有多难？要是跑回去重写重盖那个沉甸甸的官印，这一来一回，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没准还得耽误了下一年的春耕夏种。于是乎，这帮官场上的老油条们就想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法子，出门的时候先在几张空白的纸上把印章盖好了带在身上，到了京城真要是数不对，直接在那盖了章的空纸上填数不就结了。这在当时叫官场惯例，在咱们现在看来，那就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的一点小聪明，一种职场上的变通。可谁能想到，这种大家都觉得没啥大不了的默契局，在朱元璋那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眼里，那就是形同造反的滔天大罪。
您瞧瞧，那年秋天的午后，朱元璋正翻着一叠各地送来的报表，他那双老练的眼珠子微微一凝，盯着那印章的位置看。您各位细想，这大明朝的官印那是何等威严，那代表的是皇权，是法统。老朱这种底层爬上来的狠人，对这印章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重。他看着那些印章盖的严丝合缝，可那填写的字迹却显出一丝仓促和心墨的味道，他这心里头那根弦儿瞬间就崩断了。他想的不是这帮官儿为了省事儿，他想的是，好啊，你们这帮人竟然敢在空白纸上乱盖印，今天你们敢为了对账盖空印，明天是不是就敢瞒着朕，在那空印纸上写个传位诏书？是不是敢在那空印纸上调动几万精兵？这种对签字权和审批流程的极度敏感，正是老朱这种独裁老板最底层的心理逻辑。他不在乎你效率高不高，他在乎的是你是不是在利用我的权力，玩弄我的规矩。于是乎，一场针对这空印潜规则的闪电战爆发了。老朱没有预警，没有听证会，直接一道圣旨下去，凡是参与过空印的，知道空印没报的，甚至是在这流程里沾了边的官员，通通给我抓起来。这一下，整个大明朝的基层和中层管理岗那是哀鸿遍野。当时的官员们还觉得自己冤呢，有人大声疾呼说这是古已有之的规矩，是为了给朝廷省钱省时间。可这话传到老朱耳朵里，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老朱冷笑一声，对着满朝噤若寒蝉的文武说，朕给你们定的规矩是铁律，你们私下里定的规矩叫潜规则，既然你们喜欢玩潜规则，那朕就用潜规则的代价送你们一程。这哪是讲理的地方？这就是职场上最残酷的一幕。老板要杀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业务，而是因为你挑战了他的控制欲。在这场被称为空印案的漩涡中心，有个叫郑士立的小人物。这人是个老实人，见不得这么多同僚为了这点技术性失误掉脑袋，硬着头皮写了封万言书给老朱。这郑士立在信里掰开了揉碎了讲，说这空印是为了提高效率，是为了不让地方财政空转，是一件降本增效的好事。可您看老朱的反应，他连看都没看全，直接把信往地上一摔。在老朱看来，郑士立的每一句辩解都是在替那些官官相护的既得利益者打掩护。他心里想的是，你们现在觉得空印方便，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把这印章盖在朕的脖子上。这种极端的近乎病态的防范意识映射到现实生活中，就像是有些老板宁可让项目延期，宁可亏损，也要把财务审批权死死攥在自己手里。你觉得那是效率，他觉得那是背叛。这场清洗的画面感极其惨烈，不像胡惟庸案那样集中在京城，它是全国性的。无数的官员在路途上被锁链锁走，他们的家属在后面哭喊，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几张盖了红戳的白纸。老朱在这场博弈里其实是在做一个深度的压力测试。他在看，当他把这传承了几十年的官场潜规则彻底撕碎时，谁会跳出来反对，谁会默默忍受。那些跳出来的，比如郑士立，通通被发配充军或者人头落地；那些忍受的，从此成了只会点头称是的木偶。这才是老朱真正想要的效果。他要的不是一群有创造力、有主观能动性的经理人，他要的是一群没有任何思想，只会严格执行他每一个字、每一笔指令的人形工具。这空印案杀到最后，连那些没参与过空印，只是在户部当差的文书也没能幸免。老朱的逻辑很简单，你们身在其中，却没发现这个漏洞，或者发现了却不报，那就是失职，就是同谋。这种职场上的连坐制，让每一个大明官员都活在了显微镜底下。每一个印章的落下，每一笔开支的核对，
都成了一场生死大逃杀。这在现代管理学里叫过度监管导致的效率崩塌，可在老朱的权力账本上，这叫绝对安全带来的江山永固。他宁可让大明朝的行政效率倒退50年，也要确保每一个印章的每一次律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马皇后看着这场因为几张白纸而引发的血案，心头的沉重那是无以复加。他曾试着在老朱吃饭的时候轻轻说一句，这世上的事哪能都像一张白纸那样干净呢？可老朱这次连饭碗都摔了，他告诉马皇后，正是因为不干净，朕才要一张一张的给他洗白，哪怕是用血洗。马皇后沉默了，她看着这个曾经和她一起在大雨中奔跑的男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坐在血泊中孤独的守护着那些印章和账册的怪兽。他赢了这场关于签字权的战争，可他也亲手摧毁了官僚体系中那点仅存的相互信任。空业案结束后，大明朝的官员们出门办事，那真是宁可跑断腿、磨破嘴，也绝不敢再私带一张白纸。这种刻板、僵化、战战兢兢的官场氛围，成了大明朝200多年里挥之不去的底色。老朱觉得他成功的降本增效了，这个本是官员的私心，这个笑是皇权的威严。可他没算过，这种杀戮带来的离心离德，才是大明朝最昂贵的沉没成本。当一个系统里的每个人都只求不出错、不掉脑袋时，这个系统其实已经开始在内部腐烂了。这第4回书讲到这儿，空业案的硝烟似乎还没散去，可老朱的目光已经从那冰冷的印章转向了那温暖却又让他极度不安的亲情。他看着那个在大殿里背诵儒家经典的孙子朱允文，又看看那个英年早逝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朱标，心底里的那股子狠劲儿竟然又一次升腾了起来。为了给这个柔弱的孙子换一个平安的职场环境，他决定发起一场比空业案更血腥、更彻底、更三观炸裂的割肉计划。话说这大明朝的官场被那空业案和胡惟庸案的2股血龙卷刮过之后，已经是满目疮痍，剩下的那帮官一个个活得跟惊弓之鸟似的，恨不得把脑袋扎进裤裆里过日子。可这朱元璋心里的那团火，非但没因为杀了这几万人而熄灭，反倒是烧得更邪性了。老朱坐在那冷冰冰的龙椅上，回头瞧瞧自个儿那个英年早逝的太子朱标，再看看跟前那个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成天只知道捧着圣贤书的孙子朱允文，他这心里头哇，就像是塞进了一把长了毛的干草，那是又乱又扎。这太子朱标在的时候，那是大明朝的减压阀，是老将们眼里的活菩萨。老朱杀人，朱标求情，这老少2代一唱一和，这江山总归有个盼头。可现在顶梁柱折了，剩下一个还没断奶似的太孙，面对外头那帮杀人不眨眼、功勋高过天的开国勋贵，这不就是把一只白嫩嫩的小绵羊扔进了饿狼群里吗？老朱那双老辣的眼珠子一转，一个比胡惟庸案还要阴冷、还要三观炸裂的割肉计划，就在这深宫的暗影里慢慢捯饬出来了。您各位瞧瞧这老朱的心理，这叫典型的代际焦虑。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就好比一个老董事长辛辛苦苦创了业，眼看着接班的小子太嫩，镇不住底下那帮跟着自个儿打江山的诸侯和 VP 们，怎么办？老董事长的逻辑往往不是教孙子怎么变狠，而是趁着自个儿还有口气，把那些可能威胁到孙子位子的老臣、重臣、能臣，通通像割腐肉一样，一刀一刀的从大明朝的身体上给剜下去。哪怕这些肉曾经跟着他挡过剑、流过血，哪怕这些肉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但在皇权传承的绝对利益面前，那都成了必须清理的负资产。这就引出了大明开国第1名将梁国公蓝玉的陨落。
蓝玉那是何等样人？不约而海一战，那是把元朝的残余势力给连窝端了；论军功，那是大明朝活着的战神。可您细看那蓝玉，他在军中威望太高，又是个直肠子，仗着自个儿跟朱标的关系好，那是真没把这个性格软弱的太孙放在眼里。在老朱看来，这蓝玉就是那头最壮、牙最尖的头狼，只要他朱元璋一闭眼，这蓝玉随时能把朱允文给生吞活剥了。于是乎，在那年的锦衣卫密报里，蓝玉的罪状就像是雪片一样堆满了狱案。说蓝玉在军中私自任免官员，说他在回京路上强毁喜峰关，甚至说他在北征时强占了原主的妃子。这些事儿搁在以前，老朱顶多是骂两句，毕竟大将立功，有点脾气是常有的。可在朱标死后的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小毛病就全成了要命的谋反证词。老朱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让人胆寒的死气，他不是在办案，他是在修枝剪叶。他看着蓝玉在朝堂上那副顾盼自雄的样子，心里想的是：蓝大将军，你这功劳太大了，大到让朕的孙子没地儿坐了。这就是职场里最残酷的功高震主。当你这个老臣的个人品牌盖过了公司未来的接班人时，你的死期也就成了倒计时。这场蓝玉案杀起来，那真是比之前的案子还要血腥3分。老朱那是铁了心要把所有的江星给一网打尽。蓝玉被抓的那天，据说他还在府里喝着御赐的美酒，锦衣卫破门而入的时候，他竟然还想跟人家讲讲当年的战功。可那帮只认圣旨不认人的鹰犬，哪管你是什么梁国公，铁链子一锁，直接扔进了天牢。老朱对蓝玉的处置那是极其阴狠的，他下令剥了蓝玉的皮，里头塞上干草，送到全国各地巡回展览。您听听，这哪是人干的事儿？这是在杀鸡给猴看，是在给天下人，给那些还心存幻想的将领们发信号。在这大明朝，只有朕的孙子是唯一的真命天子，谁敢露奸，谁就是这个下场。这种视觉上的极致冲击，是老朱最极端的管理手段。他要用恐怖把服从性刻进每一个大明臣民的骨头缝里。可老朱这刀割下去，疼的不光是蓝玉，更是大明朝的国本。那些跟着蓝玉出生入死，在边疆守护大明的将军们，一转眼都成了蓝党。一时间，军中的中高级将领几乎被洗劫一空。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在咱们现代博弈论里叫极端的风险规避，导致了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老朱为了孙子的位子稳，亲手拆掉了大明朝最精锐的防线。他觉得把能打仗的都杀了，孙子就安全了。可他忘了，外头的元朝残余还没死透，北边的藩王兄弟们可个个都瞪着眼呢。这种为了家庭传承而牺牲企业生存能力的短视，正是老朱这种草莽出身老板最大的局限性。他在乎的是朱家的江山，而不是大明的江山。您各位再看看这局里的马皇后，这时候马皇后已经病入膏肓，甚至已经撒手人寰了，再没人能在老朱耳边说那句以柔克刚的软话了。没了马皇后的老朱，就像是一台彻底失去了制动器的收割机，他在权力的废墟上疯狂地挥舞着镰刀。他看着朱允文在那儿因为老臣的惨死而流泪，不但不心疼，反而还把朱允文叫到跟前，扔给他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条。朱允文不敢拿，老朱就亲自把那刺一根根拔掉，然后满手是血的把光溜溜的木条递给孙子，阴沉着脸说：朕现在杀人，就是在帮你拔掉这上面的刺，等你接手的时候，这棍子就好拿了。这段对话简直是把朱元璋那种血腥而扭曲的祖孙情展现到了极致。他以为他在给孙子留财富，其实他是在给孙子留一座孤岛，一座除了权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血色荒原。
这种割肉计划不仅仅针对武将，那些曾经在空印案中幸存下来的文官，只要是稍有名望，可能对朱允炆产生威胁的，也通通被划进了清理名单。老朱在想，这帮文人最是阴险，嘴里说着圣贤书，心里全是权谋局。他要把这帮人的脊梁骨彻底打断，让他们只知道在那儿哆哆嗦嗦的写奏折，而不敢有半点自己的主张。这种对人才资产的毁灭性压榨，映射到现实中，就像是一个家族企业为了让资质平平的儿子上位，强行把那些开疆拓土的高管全部扫地出门，换上一群只会拍马屁、没有任何能力的庸才。这种做法，短时间内看确实是稳了，可长远来看，这简直是在给企业的倒闭写预告函。这老朱杀到最后，杀得自个儿也累了。他坐在乾清宫的台阶上，看着满园的落叶，身边除了几个唯唯诺诺的小太监，竟然连一个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了。他那些曾经一起喝过酒、一起杀过敌的老伙计，要么成了土里的枯骨，要么成了墙上的草人。他赢了这场关于接班人的博弈，他把所有的威胁都扼杀在了摇篮里。可当他回头看向那个依旧柔弱，甚至因为目睹了太多杀戮而变得更加胆怯的孙子时，老朱的心里真的有安全感吗？这种杀戮带来的不是传承的稳固，而是仇恨的积累和权力的真空。他亲手为朱允炆挖好的防御工事，在不久的将来，反而成了埋葬大明初年盛世的坟墓。这一回书讲到这儿，老朱的割肉计划算是告一段落了。蓝玉死了，功臣散了，荆棘的刺拔光了，可老朱那个性格火爆，一直蹲在北平看戏的四儿子朱棣，却在那冰天雪地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老朱自以为是在给孙子清账，谁成想他杀掉的那些将领，原本才是能替孙子挡住朱棣的唯一盾牌。这就是权谋博弈中最讽刺的地方，你最极端的防御，往往成了你最致命的漏洞。但这老朱的狠还没完，他为了确保这套血色逻辑能一直传下去，竟然在临终前又搞出了一套让现代人听了都头皮发麻的监控系统，要把每一个大明人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梦话都管起来。这就是咱们下回要聊的那个在大明朝阴影里无处不在的显微镜政治——特务统治。在那套系统里，老朱不再是一个皇帝，他成了这世上最大的那只眼睛。话说这蓝玉那张塞满了干草的人皮，还在大明朝的官道上巡回招摇呢，那猩红的血色还没从京城的青石板缝里渗干净。老朱坐在那冷清清的乾清宫里，心里头那股子名为不安全感的邪火，反倒是越烧越旺了。这老朱杀也杀了，割也割了，满朝武将的脖梗子都快被他给薅秃了，可他为什么还是睡不着觉？这就像咱们现实生活里有些疑心病重的老板，把高管全开了，把亲信全换了，可躺在床上还得琢磨，这帮底下干活的小子背地里是不是在偷摸骂我？他们下班聚餐是不是在商量跳槽？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到底藏着几分真忠诚，几分假糊弄？老朱这种从社会最底层、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狠角色，他这辈子谁也不信。他觉得这世上只有死人最老实，可活人要是还没死，他就得在那人身上安上一双永不合眼的眼睛。于是乎，这一场把整个大明朝官场，甚至把每一个老百姓的被窝子都变成透明鱼缸的显微镜政治，就在这锦衣卫那绣春刀的寒光里森然揭幕了。这特务政治的滋味，您得先从这大明京城的一顿平常晚饭听起。话说有个叫宋讷的大臣，这人是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出身，官做的不小，胆儿却不大。有一天，这宋大人在家里闷头坐着，大概是为朝廷那点子烦心事儿犯愁，
脸上就带出了一点不痛不快的愁容，手里捏着筷子，半天没落下去。您说这搁在谁家不是常事儿？谁还没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哪成想，第二天一上朝，朱元璋那张阴沉沉的长脸就凑了过来，笑眯眯地问他：“宋爱卿，昨晚上什么事儿让你不高兴啊？连饭都吃不香。”宋呢，当时这会儿都要吓飞了，这老朱接下来的动作才较真的炸裂三观。他直接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画来，上头画的竟然就是宋讷昨晚在自家饭桌前那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连桌上有几盘菜、筷子是怎么搁的，都画的是一丝不差。您各位想象一下这画面，这哪是皇帝啊？这简直是24小时不间断的职场监控摄像头，而且还是带人脸识别和心理分析的那种。宋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筛糠。他这时候才明白，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就是老朱在宫外的一个直播间。这就是朱元璋一手调教出来的锦衣卫。这帮人穿着亮堂堂的飞鱼服，腰里挎着要命的绣春刀，可他们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刀，是那双无孔不入的耳朵和那支随时打小报告的笔。老朱把这帮人撒出去，不是为了抓强盗，是为了抓人心。在老朱的逻辑里，这天下每一个官员都是潜在的背叛者，如果不把他们放在显微镜底下看，如果不把他们每一个细微的眼神、每一句梦里的呢喃都给剖开了、揉碎了去琢磨，他这皇位就坐不稳。这种职场压迫感映射到现代，就是那些恨不得在员工电脑里装满监控软件，连员工如厕时间都要拉个报表的老板。这种管理方式看着很高效，能让所有人都不敢偷懒，可这种透明的代价是什么？是所有人都在演戏，所有人都在戴着面具生活。当一个系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时，这个系统就彻底失去了创造力，剩下的只有死气沉沉的唯唯诺诺。您瞧那锦衣卫的头领，他们那是老朱最亲近的恶犬，也是老朱最锋利的显微镜。他们游走在京城的茶馆、酒肆，甚至是权贵的后花园里，专门负责采集这些职场负能量。有个老臣跟几个老友在家喝酒，一时高兴，吟了一句感叹世事无常的诗，隔天就被锦衣卫按在家里，说是心怀愿望。老朱在审这些案子的时候，那真是比看戏还过瘾。他不是看你贪了多少钱，他是看你对他这个老板到底有没有二心。这种对忠诚度的病态测试，让大明朝的官场变成了一场大型的职场伪装秀。早晨出门，两口子得先对对词儿，万一锦衣卫问起来，昨晚说了啥，可千万别露了馅。下班回家，进了大门，先得赶紧关严实，连跟自个儿小妾说句贴心话，都得先把灯灭了，声音压得比蚊子叫还小。这哪是当官呢？这简直是在演谍战剧。老朱这台显微镜最狠的地方在于，他不仅监控你的现在，他还要挖掘你的过去。他让锦衣卫去查每一个官员的祖宗八代，看有没有跟当年的张士诚、陈友谅沾亲带故的，看有没有在那顿忆苦思甜宴上表现得不够虔诚的。这种翻旧账式的政治清洗，让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随时可能被回溯审计的恐慌中。您各位想想，这种环境下的职场人，哪还有心思搞什么业务创新，搞什么利国利民的工程？大家的心思全都用在了怎么在监控底下表演忠诚，怎么在私底下互相告密来博取老板的信任。这种告密文化是老朱留给大明朝最毒的一颗瘤子。他鼓励告密，甚至让奴隶告主子，让小吏告长官。这种把人伦底线彻底踩碎的做法，虽然短时间内让老朱掌握了海量的信息，却让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彻底崩塌了。马皇后在世的时候，
看着这些穿着飞鱼服的影卫在大殿内外晃悠，曾忧心忡忡地跟老朱说：“皇上，您这眼睛要是看太细了，这眼里就尽是灰尘了。”可老朱不听啊，他觉得正是因为看得细，才没让那些想造反的灰尘给迷了眼。可他没发现，这显微镜下看到的不仅是灰尘，还有他自个儿那颗逐渐干瘪、枯萎的灵魂。老朱在宫里每天接到的密报堆得比山还高，他甚至连哪个官员的小妾多买了一盒胭脂，哪个将军的儿子踢坏了邻居家的门，都一清二楚。他觉得自己掌握了全世界，其实他只是被囚禁在了他自个儿制造的这种信息过载的牢笼里。这种病态的掌控欲不仅毁掉了官场，也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变得看谁都像贼，连给他端茶的小太监，他都要死死盯着人家的手看半天，生怕那指甲缝里藏着什么要命的药沫子。现实生活里，咱们也常能看到这样的影子。有的长辈或者老板，非得要把晚辈或者下属的手机翻个底儿掉，非得要把每一分钱的去向，每一个朋友的底细都查得清清楚楚。他们总觉得这叫负责，这叫关心，可实际上，这种窒息的控制权只会把对方推向更深层的伪装和对抗。老朱的显微镜最终照出的不是长治久安，而是满朝文武的敢怒不敢言。当朱棣后来起兵造反的时候，那些被监视了一辈子、被压抑了一辈子的官员们，竟然有很多选择了冷眼旁观。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心里，这个像鬼魅一样无处不在的老板，早就让他们彻底寒了心。这种没有温度的掌控，换来的也只能是没有温度的服从。更有甚者，老朱这套显微镜政治还演变出了一种炸裂三观的文字狱。你写的文章里只要有个僧字，老朱就觉得你在笑话他当过和尚；你写的文章里有个光字，他就觉得你在骂他是秃子。这哪是正常人的思维？这就是权力极度膨胀后的妄想症。在锦衣卫的推波助澜下，多少满腹经纶的才子，仅仅因为一个错别字或者一个模棱两可的用词，就被拉去为了菜市口的断头台。这种对思想的绝对禁锢，让大明初年的文坛成了荒漠。在这种环境下，活命成了唯一的 KPI， 尊严和才华成了最致命的负债。这种极端的职场生存法则，让大明朝的管理层彻底丧失了脊梁。这一回书讲到这儿，老朱的显微镜已经把大明朝照了个通透，但也照了个精光。他看着这天下再也没人敢说一句违心的话，再也没人敢做一件违规的事，他终于满意的舒了一口气。可他这种对绝对控制的追求，很快就撞上了另一股力量，那不是权谋，也不是军队，而是富可敌国的民间财富。就在这锦衣卫的眼皮子底下，大明朝的第一巨富沈万三，竟然想用他那多的发愁的银子来挑战老朱的心理底线。这民间资本在皇权显微镜下的肉搏，又是怎样一番炸裂三观的博弈？沈万三是怎么从一个帮着修长城的大功臣，一步步变成了老朱眼里必须要除掉的钱袋子？话说这大明朝的官场被锦衣卫的显微镜照得连根汗毛都打颤，满朝文武连家里的被窝话都得先在舌尖上过3遍火，生怕哪句梦话对不住皇上那对顺风耳。这官当到这份上，求的已经不是封妻印子，而是求老天保佑明早起脖子上那颗圆滚滚的物件还在原位待着。可就在这人人自危，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的节骨眼上，天生有个不开眼的，觉得自己那点子银子能买通天下的路，竟然撞到了朱元璋那根最敏感的名为草根逆反的神经上。这位爷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富可敌国，家里聚宝盆里银子多的能堆成山的江南第一大财主沈万三。这沈万三呐，在当时的大明朝，那就是个行走的金矿，
是所有老百姓茶余饭后羡慕的流哈喇子的财神爷。可在老朱那双看透了人情冷暖、只认权不认钱的冷眼里，沈万三不是什么财神，他是一块肥的流油，偏偏又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的嫩腊肉。咱们且看这沈大官人的心态，这叫典型的资本幻觉。在咱们现代职场里，沈万三就是那种拿到了天使轮、A 轮、B 轮，最后一举冲到纳斯达克上市，手里攥着大把现金流，就开始觉得自个儿能跟大股东，甚至跟制定行业规则的有关部门平起平坐的 CEO。 沈万三这人呐，心肠其实不坏。他看着老朱刚打下江山，南京城的城墙残破不堪，国库里穷得叮当响，这老沈就动了心思了。他想，我这银子放家里也是长毛，不如拿出来给皇上分分忧，修修城墙，犒劳三军，这不就是所谓的政商合作，给自个儿买份长久的安全险吗？可您各位细品，这事儿坏就坏在这合作二字上。沈万三在那儿喜滋滋的盘算着，只要我把这事儿办漂亮了，皇上还不得拉着我的手喊一声沈老弟。殊不知，在朱元璋的逻辑里，这天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全是老朱家的。你沈万三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商人，哪来这么多钱？你的钱多的能修半个南京城，那是不是意味着你随时能买通朕的将领？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江南的号召力比朕这个皇帝还要响亮？您瞧瞧那画面，南京城的修筑工地上，一边是官府修的，一边是沈家承包的。沈万三那是真下血本啊，用的砖是最好的，发的工钱是最足的，甚至进度还比官家快了那么一截子。沈万三在那儿拍着胸脯跟工头吹牛，说这天下没有银子办不成的事儿。这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那简直就是在他心窝子上拉大锯。老朱在宫里冷笑，心想：朕这江山是靠几十万将士提着脑袋打出来的，你现在想用几块破银子就来买朕的民心，你这是想当地下皇帝啊？这种心理拆解最是残酷。在老朱眼里，财富如果不能为皇权绝对掌控，那就是最危险的造反火种。沈万三越是想表现的慷慨，表现的爱国，在老朱眼里，这种民间号召力就越是炸裂三观的威胁。这就好比一个大厂的老板，看见底下有个员工自费给全公司发下午茶，大家还都对他感恩戴德，这老板的第一反应绝不是这员工真好，而是这小子是不是想带人出去创业，把我给架空了，更觉得还在后头。这沈万三大概是银子多的烧了脑子，眼瞅着城墙修好了，皇上也没怎么夸他，他竟然又蹦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来。他说：皇上，我看将士们辛苦了，我这儿还有点余钱，想替皇上犒赏三军。嘿，这话一落地，周围那些个当兵的眼神都变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可朱元璋呢？老朱的脸瞬间就成了猪肝色，他那是强压着心头的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匹夫靠天子之君，此乱民也，宜诛之。您听听，这就是老朱的逻辑，三军是朕的，除了朕，谁也没资格给他们发赏钱。你沈万三敢发钱，你就是想买人心，你就是想让朕的兵听你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权力禁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民间资本的任何善意只要过了一定的度，那就是最致命的越权。沈万三以为他在做慈善，实际上他在老朱眼里是在搞非法集资加组织武装。沈万三此时才发现，他那自以为傲的钱袋子竟然成了套在他脖子上最紧的一道绞索。他跪在金銮殿下，磕头如捣蒜，以前那种财大气粗的气势全没了，剩下的只有对权力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老朱看着底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富豪，
心里头那股子从底层带来的对有钱人的厌恶和对权力的占有欲交织在一起，那滋味简直比喝了老酒还过瘾。老朱本想直接把沈万三给剐了，好在那时候马皇后还没走，老七在旁边又劝了一句，说法律是杀不法之人的。沈万三虽说钱多，但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杀了他恐失民心。老朱这人才恨恨的作罢，但他能放过沈万三吗？不能够啊！他下令把沈万三的家产全部没收，把这个曾经的江南首富发配到云南那个穷乡僻壤去吃土。您各位想想，从金山银山到流放千里，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那是多少银子也填补不了的。沈万三走的时候，看着那高耸入云，其中有一半是他出钱修的南京城墙，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这种职场映射太深了，当你的个人财富或者资源积累到让平台方感到不安的时候，你的灾难也就到了。在这个博弈局里，沈万三输就输在他太懂经商，却一点都不懂政治。他以为权力和金钱是可以置换的，殊不知在朱元璋这样的独裁者眼里，金钱只是权力的附属品，权力才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如果金钱想挑战权力的神位，那权力会毫不犹豫地把金钱砸成齑粉。沈万三在云南的岁月里，大概也想明白了这个理儿。他在那荒凉的山谷里，看着夕阳西下，可能会想起当年在周庄水乡那些个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商船。那些财富曾让他觉得无所不能，但在那张写满了杀机的圣旨面前，却连他一个女儿的性命都救不回来。这就是中国古代商业最悲凉的底色，没有独立的权利作为保障，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替权力临时保管的钱袋子，老板什么时候想要了，随时都能拿走，还得让你跪着地上去。而老朱呢，在抄了沈万三的家后，看着国库里那堆积如山的银两，心里那是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用这些钱去造火药，去建粮仓，去给他的孙子铺路。他觉得他赢了，他不仅清除了一个潜在的财富威胁，还白得了一座金山。可他没算过另一笔账，沈万三的倒下，其实是把大明朝这种民间商业的活力给彻底阉割了。从此以后，大明朝的巨商大贾们学会了一个道理，千万别太显摆，千万别想着给国家出力，得学会藏富，学会贿赂官员，学会把钱变成埋在土里的死银子。这种对财富创造者的暴力掠夺，让大明朝的商业基因里从此多了一份猥琐和胆怯，也为后来的闭关锁国埋下了心理伏笔。这一回书讲到这儿，老朱该杀的杀了，该清洗的清洗了，连民间那个最大的钱袋子都被他给掏空了。按理说，他这江山应该稳得跟泰山似的了吧？可这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怪，当老朱把所有的敌人、所有的伙伴，甚至所有的财富都变成了他的掌中物时，他却发现他陷入了一个更可怕、更深沉的困局。那个困局不在外头，就在他那个已经长满白发，却依旧在深夜里因为噩梦而惊醒的脑壳里。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在这个亲手打造的血色帝国里，正迎来他人生最后的一场告白。话说那沈万三远去的背影，终究是消失在了大明朝西南边陲那漫天的烟尘里，连带着那富可敌国的金银财宝，也一并化作了皇权账簿上冷冰冰的数字。这世间的财气、官气、杀气，到头来在那金銮殿最高处的那个位子面前，统统都得化作一滩死水。这时候的大明朝，安静的让人发毛。胡惟庸的党羽杀尽了，空印案的油条们掐死了，蓝玉那帮能打仗的兄弟们也成了草人，连沈万三这种想买个平安的财神爷都给赶跑了。朱元璋坐在那空荡荡的奉天殿里，屁股底下的龙椅依旧金灿灿的，
可这心里头挖，怕是比当年在黄觉寺讨饭时的破庙还要冷清。这就引出了咱们这最后的一幕，也是最戳人心窝子的一幕。一个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布衣皇帝，在深宫的寒夜里，对着那一盏摇曳的残灯，对自己这辈子那炸裂三观的权谋局，做了一场透着骨髓凉意的终极告白。您瞧这画面，外头是洪武末年的寒风，呼呼地吹着殿前的铁甲，那甲片碰撞的声音，在这死寂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朱元璋已经老了，老得像一张揉皱了的黄表纸，那双曾经杀伐果断、看透人心的眼珠子，这会儿也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翳。他身边的马皇后走了，最疼的大儿子朱标也走了。他就像一个费尽心机把全公司的刺头都开除，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搞破产的老董事长，最后发现这空旷的办公室里，竟然连个能陪他喝口热茶、说句交心话的人都没了。这种心理拆解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就是那种为了所谓的成功和安全，把亲情、友情、信任全部当成垫脚石踩碎的人。等他站到了山顶，才发现那儿除了扎脖子的冷风，什么都没有。老朱盯着案头上那堆积如山的奏章，心里头那个名为孤独的怪兽，终于在这一刻把他给彻底吞没了。他自个儿跟自个儿唠嗑，声音沙哑的像是在沙石地上拖着的铁链。他想起当年那个叫朱重八的小放牛娃，想起全家饿死时连块埋骨地都没有的惨状。老朱心里其实一直住着那个自卑又愤怒的小放牛娃，他这辈子所有的杀戮，其实都是在跟那种朝不保夕的恐惧博弈。他杀胡惟庸，是怕有人抢了他的饭碗；他搞空印案，是怕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弄虚作假；他剥蓝玉的皮，是怕有人欺负他那个没长齐牙的孙子。在他那套极端的职场逻辑里，这个世界是不讲理的，只有把所有的威胁都提前掐灭，才能换来一丁点儿睡觉不惊醒的安全感。可这种靠杀人杀出来的安全感，它真的是安全吗？他在告白里其实自个儿也明白了，他把这天下人都变成了不敢说话的木头，可这木头心眼里藏着的全是火种，只要他这口气一断，那火种立马就能把这大明朝给烧个精光。这种极端的心理状态，在现代博弈论里叫防御性侵略。老朱在深夜里看着那根荆棘条，他自个儿也累了。他对着虚空里的朱标说：“儿啊，爹这辈子手脏，爹把这天下能杀的、该杀的，甚至不该杀的都给清理干净了，就为了给你留个干净的底子。”可他没意识到，一个没有任何细菌的环境，反而最容易滋生要命的瘟疫。他把官场清理得太干净，导致剩下的人全成了只会磕头的复读机。这就意味着他的孙子朱允文将来面对那些老谋深算的亲叔叔们时，身边连个能出主意、能带兵打仗的狠人都没有。这就是老朱权谋局里最大的悖论。他为了保护他的继承人，亲手毁掉了继承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这在咱们现在很多家族企业里太常见了，老头子太强势，把能干的人全赶跑了，换上一帮听话的庸才，结果老头子一走，公司立马就塌方。朱元璋的这种终极告白，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彻底绝望。他觉得这世上没一个好人，所有的官员都是贪财的，所有的将领都是好色的，所有的商人都是奸诈的。所以他用锦衣卫去盯着，用严刑峻法去压着，用烂萝卜饭去羞辱着。他在告白里可能会说：“朕不后悔，朕如果不狠，这天下早乱了。”可您看他那发抖的手，他在抓那盏灯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身后事的焦虑，那是掩盖不住的。他赢了一辈子的博弈，最后却输给了时间和人性。他在龙椅上坐了31年，这31年里，他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没有一天是真正放下戒心的。
这种职场人生，您说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他在深夜里甚至想起了沈万三，想起那个想替他犒赏三军的财主。他那时候骂沈万三是乱民，可现在想想，那不过是一个想买个心安的老实商人的讨好。老朱在这一刻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后悔，如果当初不那么绝，如果不把那根弦绷得那么紧，是不是现在的南京城会更有烟火气一点儿？是不是这朝堂上也能有点真性情的欢笑声？可惜啊，权力这玩意儿是有毒的，它会慢慢腐蚀你的心智，让你觉得除了绝对的控制，其他的都是虚妄。老朱的告白最终变成了一种自怜，他觉得自己是大明朝最累的苦力，是一个为了保卫朱家店而操碎了心的老家长，可全天下的人都在盼着他早点死。这种心理映射最是让人心酸，也最是让人警醒。换作是您，如果您是朱元璋，您能在赢了所有的对手之后，面对这无边的孤独，还能挺起腰杆说一句我不后悔吗？老朱挺住了，他到死都没认错，他把那套血腥的大诰传给了孙子，他觉得只要制度够严，这江山就能千秋万代。可就在他闭眼后的第4年，他那个一直蹲在燕京装疯卖傻，躲过了锦衣卫重重监视的4儿子朱棣，就带着大军杀进了南京。老朱亲手修的城墙没能挡住他的儿子，他亲手为孙子拔掉的荆棘，最终却成了埋葬孙子的荒草。这就是历史最炸裂三观的讽刺，你费尽心机算计了一辈子，最后那个掀翻你棋盘的人，往往就在你的家谱里。朱元璋的告白讲完了，那盏灯也灭了。他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冰冷、严苛却又充满效率的官僚机器，和一段段让人谈之色变的血腥八卦。咱们讲这一系列朱元璋的博弈局，不是为了看杀人，而是为了看透这人世间权力的逻辑和人性的幽微。从那顿烂萝卜饭到马皇后的梨汤，从胡惟庸的贪婪到沈万三的破灭，每一段都是咱们现代人处事的镜子。老朱用他那血淋淋的一生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心里只剩下控制，那你的世界最终也会只剩下荒凉。这职场博弈，胜负固然重要，可要是把人情和底线都给搏没了，那赢了也是一场空。